打假就该玩这种高端局，面对各种市场乱象，早就该下真功夫了。先是打假东北雨姐，让人很痛快。这次对良品铺子的打假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最后已经上升到明告官了。虽然还没有最终结果，但是可以说是一个字：痛快。打假良品铺子的松哥和灰烬现在已经正式的决定，直接对武汉市东西湖市场监督管理局发起行政诉讼。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洛克，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热点话题。整个事件我大概跟你捋一遍，节约时间我只挑重点的讲。最终我会罗列这起事件的最终几个可能的结果。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那个曾经曝光东北雨姐的打假人发视频称，自费检测后发现良品铺子的藕粉的配料表中写着红薯粉，但是做了红薯粉的基因检测，结果没有；做了对人体不是很友好的木薯粉基因检测，结果没有；做了马铃薯的基因检测，结果还是没有。所以现在市面上的良品铺子的藕粉，谁都不知道我们吃的究竟是什么科技狠活，而且吃了这么多年，这就是配料表造假的典型事件。另一边呢，良品铺子当然是不承认，坚决否认配料表造假，并且找到了他们公司所在的城市武汉市东西湖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来一招先下手为强，主打一个是谁先下手谁最有理。其实就事论事啊，这一步也没什么大毛病，但是高潮在后面。10月18日，武汉市东西湖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说明，全盘否认了松哥打假团队的举报。大概意思就是你们举报的东西啊，我们查了，没一个是对的。紧接着，良品铺子的嗓门啊就呼啦一下又大了起来，就说你们俩的视频对我们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已经收集材料，准备把你俩送进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最高潮的部分来了，松哥和灰烬拿出了底牌，公布了他们送检的流程。这个流程可不一般。他们是从旗舰店购买的良品铺子的产品，直接通过邮政快递邮寄到了海关检验。这可是海关呢，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检验机构。简单说一句，你知道邮政法和海关法吗？那这个就不展开说了。总之呢，这两个部门就是公信力的代名词，几乎不接受质疑。那之前东北雨姐的红薯粉也是在这里检验的，全程呢他们压根就没有经过自己的手，并且后期还留存了大量的同一批次的样品，还在公证处做了公证，所以良品铺子就傻眼了。松哥他们发布的视频里啊，还指出武汉公布的情况说明里面有诸多的不合理之处，类似他们检查的方式是去人家的代工厂里面查查台账啊，看看他们有没有买过木薯粉呢，然后由他们的企业自行把自己的产品送到检验处去检验。那这种检测流程里面的嫌隙就太多了，那极有可能和松哥他们送检的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批次，对武汉市东西湖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了行政诉讼。那整个事件我看了一圈，最终可能有几个结果啊，那这里属于基于事实的合理推测和假想，没有任何的造谣成分。第一呢，武汉市东西湖市场监督管理局认错，但这个可能性极低，要是认错，他们也会让他们委托的这两个检验机构认错。第二个就是快递认错，就有可能来一个快递员就说啊，我自己掉包了。至于你问他为什么好好的你要掉包呢，他会说啊，我也不知道，当时就脑子一热。那这里面的原因大家可以自己猜了。第三个，海关机构认错，那这个几乎不太可能，这要是发生了，那真的是大乱套了，东北雨姐会第一个复出。第四个就是我们最想看到的良品铺子认错，那如果这个结果加上他们一路嘴硬，那基本上这家企业的信任度和前途也就到头了，可以直接改名叫次品铺子。那第五个结果，打假人松哥和灰烬认错，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除非他们两个上面描述的撒了谎。但是如果你关联起来他们之前说过的话，他们说我们不怕让法律和检验结果说话，要么给我们俩送进去，要么你们进去。但是我们悲观的猜测，和上面的几个结果相比，让他们两个认错的成本是最低的。那第六个也是最有可能的一种，就是把事情一直拖，把它拖到个半年、1年。那上面呢，在这个时候也默默地选择了沉默。那这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也是最讨厌的和稀泥的方法，那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无论最后什么结果呢，我都为这次的打假人点赞。哪怕有人说啊，你们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但这次事件引起的舆论会对整个食品安全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是对其他不良居心的商家的强力震慑。整个事件的完整视频已经从抖音上被迫下架了，您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的上一个视频里面找到它。如果涉及到侵权，我也可能随时把它下架，想看的小伙伴可以抓紧时间看看。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